当修行到一定程度，真的可以看见自己的前世吗？或许这是许多人的疑问，甚至带有一种对超自然能力的猎奇。但你有没有试过站在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你曾经在那里待过很久，或者看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却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熟悉，仿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重逢。更奇的是，有时候你会突然冒出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很多人把这些归结为巧合或者大脑的错觉，但在佛家看来，这根本不是错觉，那是你沉睡在阿赖耶识深处的记忆，正在轻轻叩响你的心门。42章经中有一句话，微言大义，极具穿透力，静心守志，可会之道。譬如魔镜构去名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素朴的真相，我们的心本是一面灵光通透的镜子，只因累世累劫的贪嗔痴慢堆积了厚厚的尘垢。修行本质上就是磨镜的过程，当尘垢拂去，镜子原有的光明自然显现，而那份对过去生过去世的了知，也就是所谓的宿命，便会如影随形地照映出来。这并非玄学臆测，这是佛家修行体系里非常明确的一个论述。在佛教的六神通当中，有一个叫做宿命通，完整的名称是宿住随念智通。三藏法术对它的定义说得清楚，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万世宿命，即所做之事，亦能知六道众生各个宿命，即所做之事，是名宿命通。意思是，正得宿命通的人，不只能知道自己过去的每一世，还能知道六道一切众生各自的前世因缘。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佛家告诉我们，这不是奇迹，而是心性清净到一定程度后，生命本具的潜能自然释放。而更多人不知道的是，要想知前世，竟然也分两种主要途径。这个后面我会讲到。今天的内容很精彩，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对你今后的修行有着巨大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们对前世没有任何记忆？答案就在4个字里，隔阴之谜。凡夫在投胎转世的过程中，由于业力的牵引与心识的昏昧，前世的记忆如同被一道厚重的铁墙死死隔绝，记忆并未消失，只是被深埋在意识的最底层，被当下的烦恼、执着与杂念重重覆盖。修行人之所以能知前世，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通过戒定慧的打磨，一点一点地拆掉了这堵心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堵墙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拆解的。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真正回望前世，那一刻他感受到的究竟是神通的快感，还是对因果轮转更深沉的敬畏？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也要沉得多。如果你也曾经有过那种莫名的似曾相识，如果你也曾经想过我上辈子到底是什么人，请先在评论区为自己和所有在修行路上的人打上一句：愿我今生心静如镜，明因果，断轮回。让我们带着这份清净的祈愿，向生命的深处溯流而上。大约是中唐的某一年，一座不算出名的山里，住着一个叫做道悟的沙弥。说他不出名，其实也不完全对。周围几座寺的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资质极好，5岁就能背诵心经，12岁出家，16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在禅坐中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定静。带他的老僧慧明私下里对人说，这孩子是有宿慧的，别说这一世，换了几辈子都在修行的人才会这样。但道悟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他唯一困扰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东西，他不知道该叫它梦，还是该叫它别的什么。
每次他坐进深一点的定境，不管是清晨还是傍晚，总会有一个画面从定境的深处浮上来。那是一个他从没去过的山谷，谷底有一条窄窄的溪流，溪边有3棵老榕树，树根像老人的手一样伸进泥土里。然后是一张脸，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面容很平静，眼睛很深，直直地看着他，像是有话要说，却始终没有开口。这个画面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多到他开始觉得不安。他去问慧明，慧明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正在修剪一盆矮松，手里的剪子停也没停，只是侧过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怕他？”道悟说：“不是怕，是不明白。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那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但每次看到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慧明把剪子放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道悟当时根本没听懂。他说：“是他在找你，还是你在找他？”道悟愣在原地，慧明已经又拿起剪子继续修那盆松，不再开口。那之后，道悟想了很久，他翻了唯识的经论，读了阿赖耶识的相关著书，开始隐隐约约地摸到一点边缘。阿赖耶识字面上是藏识，是心识的最深层。佛家说，一个人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所经历的事，所受的情，全部以种子的形式储存在这个识里面，永远不会消失。就算肉身死了，就算换了一个身体，就算转了无数次生死，那些种子还在，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只是凡夫的心太乱，业力太厚，就像一缸浑浊的水，你看不见水底。道悟开始明白一件事，那个山谷，那个老妇人，不是凭空出现的幻象，那是他的阿赖耶识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但那是什么？又过了2年，道悟的定力越来越深，他开始能进入4禅的边缘。每次出定之后，整个人都有一种极度清明的感觉，仿佛世界的颜色都比以前深了一些。那个山谷的画面出现的频率更高了，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他开始能看见谷里的石头纹路，能听见溪水的声音，甚至能闻到老榕树皮的气味。那张脸也越来越近。有一天傍晚，他刚从坐禅中出来，慧明就站在禅房门口，好像早就知道他要出来。老僧看着他说：“你最近的定境里，是不是看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了？”道悟点头，把那些画面描述了一遍。慧明沉吟了很久，然后说：“你知道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是怎么往上涌的吗？”道悟说：“因为心静了，浑水开始变清，底下的东西就浮上来了。”慧明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对，也不全对。不只是静的问题，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缘。当你的心静到一定程度，某些种子就会等到一个合适的缘，从底层往上走，它来叩门，是因为时候到了。”道悟问那个老妇人，她是。慧明打断他：“你自己去找答案。”这是慧明第2次拒绝，直接告诉他。道悟后来想，那2次拒绝大概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如果有人直接告诉他答案，他永远不会真正懂那个答案背后的东西。接下来的半年，道悟每天的功课只有一件事，禅坐，继续磨那面镜子。他开始做到慧明说的静心守志，不只是坐禅的时候，走路、吃饭、扫地，他都把心拉回当下，一次次地打断那些散乱、妄想、躁动。他发现，散乱不只是坐禅时候的事，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你的心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真正清醒的、安住的，而不是在东飘西荡？他开始数，起初1个时辰里能真正安住的时间不超过1炷香。后来慢慢延长，半个时辰、1个时辰，再后来整个清晨他都能保持那种清明的状态。
像一面平静的湖面，没有风，没有涟漪。就在那半年的最后，某个冬天的深夜，发生了让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事情。那一夜，他进入的定境比以往都要深，深到一个他以前从来没到过的地方。他后来形容那个状态，说像是从水底往上游，游了很久，突然穿透了水面，进入另一个空间，而那个空间里时间是不流动的。画面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那个山谷，那条溪，那3棵榕树，但这次他不只是看见，他感觉到自己站在那个山谷里，脚踩在地上，能感受到土地的湿度，西风吹过来，有一股凉意。然后那个老妇人走过来了，走到他面前停下，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然后像是有一道门在他心里被推开了，记忆开始涌进来，不是一幕一幕的播放，而是像水坝开了一个口子，先是细细的一线，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他看见了一个年轻男人在那个山谷里种地，那个男人就是他，但不是这一世的他，是另一世的他。他看见那个男人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就是那个老妇人。他看见自己那一世的生活贫苦辛劳，但并不悲苦，因为有那个母亲在旁边。他看见那个母亲临死之前握着他的手，眼睛里有很深的不舍，但也有一种安慰，像是在说，我等你，下一世我等你。然后那一世结束了，画面跳接，是另一世又另一世，一世又一世，像翻书一样，每一页都有他熟悉又陌生的脸，每一页都有他说不清楚的悲欢。他看见自己曾经是一个渔夫，曾经是一个书生，曾经是一个女人，曾经是一头牛，曾经是林子里一棵不知名的树，曾经是，直到画面里出现了一片光。那个光没有形状，但他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他从某一世开始第一次听到佛法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像一颗极亮的种子藏在最深的地方，经过了无数世，一直在等待他这一世有机会继续走下去。道悟从那个定境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他坐在蒲团上一动也没动，就那样坐到了日落。第2天第3天，他几乎不说话，也不太吃东西，只是有时候会发呆，有时候会流泪，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眼泪是悲是喜。慧明来看他，在他旁边坐下，也不问，就那样陪着他坐。过了很久，道悟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师父，我明白了一件事儿。慧明说，道悟说，知道前世不是变得更厉害，是变得更沉。慧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点了点头，说，是真正看见的人从来不会轻浮。那一夜的事情，道悟后来一生很少对人提起，不是因为觉得神秘，而是因为他深深知道那件事的重量不是用来炫耀的，也不是用来让人惊奇的，那是因果，是业力，是轮回的真实面目。当一个人真正看见了那个面目，他只会觉得一件事，他要更认真的修行了。他的一个师兄某天好奇地来问他，你这3天到底怎么了？脸色这么沉。道悟想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我看见了一些事情，让我明白我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师兄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道悟也没有解释。有些东西是说不清楚的，也不需要说清楚。有一个词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的修行体验从来不是可以靠别人描述来转移的，它必须是你自己走进去，自己感受到，自己承担那个重量。不过道悟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件事，那些画面，那些浮现出来的前世碎片，
他们是如何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一步一步从模糊变清晰的。这里面的逻辑其实正好让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那道隔音之谜的墙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又是怎么一层一层地被磨薄的。盗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这种事儿是真实的吗？禅定中看见前世，这究竟是修行的成就，还是只是一种深层的心理投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触碰了佛学里一个非常核心的讨论。佛家不是用信或不信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它是用一套极为精密的心识论来解释的。而这套解释的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个词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个名称意思是藏，也就是储存、积累。我在之前的多期影片中提及了这个概念，但今天的内容它不是重点，只是这个课题绕不开它。唯识学把人的心识分成8种，第8识就是阿赖耶识，是最深层的那一个。它不像眼识、耳识那样随着感官的打开和闭合而起伏，它是持续不断运作的，生生世世都没有中断过。佛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阿赖耶识就像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我们每一世的生命经历，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都会在这片海上激起涟漪，然后沉进海底，以种子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种子不会腐烂，不会消失，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条件重新萌发成现行。所以前世的记忆从来没有消失，它一直都在。那为什么我们完全不记得了？这就是隔音之谜的真正成因。因这个字在佛家古代的语境里指的是阴身，也就是中阴身，那个在死亡与投胎之间存在的状态。凡夫在中阴阶段心识是极度散乱和恐慌的，因为业力的牵引，他们会随着烦恼和执着被带往下一世的投胎之处。在那个过程里，识的能量大量消耗，心识越来越昏昧，到了真正投胎之后，就陷入了一种类似深度重置的状态。前世的信息并没有被删除，但提取的能力被完全切断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台电脑里面存了满满的资料，但系统被锁住了，密码被改掉了，你坐在键盘前面，什么都点不开。资料还在，只是你进不去。凡夫的处境就是这样。那修行者为什么能进去？因为修行本质上就是在解锁那把锁。戒让你停止继续制造新的乱码，让系统不再被无谓的资料塞满。定让你的心静下来，从混乱的运作模式进入清晰有序的状态。慧让你看见那把锁的结构，明白它是怎么运作的，从而找到开锁的方式。这3个东西是一体的，缺了哪一个都走不了太远。宿命通的升起正是建立在这3者的基础上，具体来说是建立在4禅8定的禅定基础上，由定发慧，由慧发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宿命通不是强行追求来的，也不是某种特别的技巧练出来的。影片的前面我就说过，它是当禅定深到一定程度，心静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浮现的能力。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宿命通只有修行人才有吗？不是的，佛家把宿命通分成2种，一种叫做修得宿命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通过修行获得的，这是真正稳定可以随时调用的能力。另一种叫做报得宿命通，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因果报应，在没有刻意修行的情况下，自然获得的一种有限的宿命感知能力。这第2种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极少数的人从小就能说出一些关于前世的画面和信息，有些还被后来的调查所证实。西方有一个研究者，他穷其一生收集并调查了超过3000个这样的案例，
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案例里，孩子描述的细节，在事后验证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真实情况。这些孩子在佛家看来，就是报得了一部分宿命通，不是因为他们修行了，而是因为他们过去是有特定的因缘，留下了某种强烈的记忆穿透力，使得这一世投胎之后，隔阴之谜的效果相对较弱，某些记忆得以破魔而出。但这种能力往往是不稳定的，也是有限的。通常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受到现世经验越来越多的覆盖，那些前世的片段就会慢慢消退，就像一根蜡烛，渐渐被新点燃的更亮的灯把它的光遮盖掉了。真正稳定的宿命通，还是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界定会上。不同修行层次的人，能看见的范围也不一样。小乘的阿罗汉正六通，能清楚知道自身8万大劫之内的宿命；大乘的菩萨所见更广，乃至无量劫。到了佛的层次，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的宿命都在无障碍的了知之中。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修行进程。越往上走，看见的时间越长，覆盖的范围越广，清晰度越高。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下来想一下。佛家描述阿罗汉的宿命通是8万大劫，这个数字在佛教的时间观里是极为庞大的，一劫本身就已经是难以想象的时间单位。8万大劫意味着什么？普通人几乎无法概念化，但这里的重点不在数字，而在于一件事。那个墙的厚薄和修行的深浅是直接对应的，修行越深，墙越薄，能看见的过去也就越远，而佛是没有墙的。这个对比让我们能够隐约感受到凡夫与解脱之间到底隔着多大的一段路。那段路不是一条线，而是无数世的修行累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说明了一件事，这条路是可以走的。道悟走了，历史上无数的修行者走了，只是需要时间，需要戒定慧，需要那个不停磨镜子的心。但有一个东西是从道悟的故事到这里一直都在的，知道前世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比你想的要重要得多。很多人对前世这件事的兴趣，说真的，背后有一种很人性化的驱动，好奇心。我上辈子是不是一个大人物？我跟某人有没有前世的纠缠？我今生的某个执念是不是来自某一世的未了缘？这种好奇心不是坏事，但佛家对宿命通的态度有一点是说得非常清楚的：神通不是修行的目的，也不是修行的标志。把神通当目标来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执着，而执着恰恰是修行要去破除的东西。你越执着于我想知道前世，你的心就越不可能真正清净，越不清净，那面镜子就越没办法磨亮。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悖论，你越想要它，你就越得不到它。慧明在故事里2次拒绝直接告诉道悟答案，背后就是这个逻辑。如果你把宿命通当作目标，你就把整个修行的方向搞反了。宿命通是结果，不是路，路是戒定慧。还有一个更深的误区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有些人修行了一段时间，开始做一些清明的梦，或者在禅坐中出现一些画面，就认为自己已经在看见前世了。这里需要非常谨慎地说一件事，定境中出现的画面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前世记忆。阿赖耶识里储存的不只有前世的真实经历，还有无数的业力习气、潜意识的投射、各种情绪的残留。在定力还不够深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能以画面的形式浮现。如果不能正确分辨，很容易把自己的潜意识投射误认为是前世回忆。这在佛家里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禅病，意思是因为定力不足、智慧不足，对出现的境界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和执着。
真正的宿命通不是感觉，不是好像，而是清晰、稳定，可以反复确认的了知，并且伴随着戒定慧的完整修行，伴随着内心越来越深的清净与慈悲，而不是越来越多的神秘感和优越感。这两者的区别是修行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辨别力。修行走歪的人，往往就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把定境中的影像当成了神圣的启示，然后越来越执着，越来越偏离了戒定慧的本质，最终走向另一种形式的散乱。真正走在正确方向上的修行者，反而往往是最平实的那种人。他们不怎么谈神通，不怎么谈前世，只是一天又一天的持戒，一座又一座的打坐，一念又一念的回来。就像道悟后来那3天的沉默，真正看见了轮回的真实之后，最自然的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沉静，是对业力的敬畏，是对修行更深的认真。还有一种人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把知前世这件事变成了一种寻求慰藉的工具。我今生的种种苦都是前世造的因，所以我无能为力。这种逻辑表面上是接受因果，其实是在用因果来逃避当下的责任。佛家对因果的理解从来不是宿命论，知道前世的因，不是为了让你认命，而是为了让你在今生清醒的选择。因缘所生法，我说既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因果是流动的，不是封印。你现在种下的因，就是下一刻、下一世的果。这一刻，你是有选择的。了解这一点，比了解你的前世是谁要有意义得多。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件事跟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这辈子不可能证得宿命通，但是阿赖耶识的观念已经足以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一世的所有经历都以种子的形式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凭空消失的。每一个善念，每一个恶念，每一次帮助别人，每一次伤害别人，每一次你逃避了却应该面对的事，每一次你鼓起勇气做了对的事，全部都在，全部都进了那个硬碟，成为你未来某一世的某一粒种子。这不是威胁，这是事实。你今天在种什么？这个问题比我的前世是谁要重要1000倍。阿赖耶识的这个道理，把佛家的因果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系统。它不是说因果是某种外在的惩罚机制，而是说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塑造你自己未来的模样。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不是别人来决定的，是你自己的识在运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修行，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只是大多数人在无意识地种下让自己陷得更深的种子，而真正走在修行路上的人，是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要种什么。戒律在这个框架里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它不是外在的规定，不是你不能这样做的命令，而是一套帮助你不再继续种下苦因的方法。每一条戒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因果逻辑，这件事会带来什么样的种子，那件事会带来什么样的果。当你真正明白这个，持戒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你对自己未来的负责。禅定是在让已经种下的乱七八糟的种子慢慢沉淀，让浑水变清，让那个覆盖在阿赖耶识上面的厚厚的层一层一层的松动剥落。不一定要证得宿命通，只是那种清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放了。慧是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因果的运作，看见自己心识的模式，看见哪些习气是在拖自己往下走，然后一刀一刀地切断它们。这3件事在日常生活里有非常具体的实践方式，不需要每天坐禅10几个小时，
不需要跑去山里闭关。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做3件事，就已经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了。第一件事是观，就是开始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是评判，不是压制，只是观察。我刚才那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我现在这个情绪背后是什么在驱动？这个看似简单的练习，其实就是在慢慢培养那种让心静下来的能力。你越能观察自己，你的心就越不容易被习气牵着走。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控制人生，其实是被念头和情绪拖着走。练习观是把方向盘慢慢拿回来。第二件事是收。每当心散乱了，被某件事带着跑了，发现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不需要责怪自己跑了，只是把它轻轻带回来，带回到呼吸，带回到当下。这个练习做得越熟，你会发现心的稳定性在慢慢增加。就像肌肉训练，每一次收回来，都是在加固那种清静的底层能力。第三件事是造善因。每一天有意识地种下一粒好的种子，帮一个人说一句真实的话，做一件没有人看见也会做的事。这不是积功德的计算，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把阿赖耶识里好的种子越种越多，让那些好的种子有机会成为你未来生命的土壤。这3件事，任何人都可以开始，不分有没有宗教信仰，不分修行深浅。而当你做着这3件事，一天一天的做，你也许不会在某个清晨突然在禅定中看见自己的前世，但你会开始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种稳，那种轻，那种当事情来了，你不再像以前那样立刻被卷走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镜子开始被磨亮了的感觉，磨到足够亮的那一天，该照出来的自然会照出来。我们在这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从那个最初的问题，修到一定境界，真的会知道前世吗？到道悟在深夜禅定中看见的那些记忆碎片，到阿赖耶识里永不消失的种子，到隔音之谜如何形成，到宿命通如何被证得，再到那个最关键的转折，知道前世，然后呢？然后是更认真地活这一世。道悟在看见前世的3天之后，慧明问他：你现在最想做什么？道悟说：继续修行。慧明说：为什么？道悟沉默了一下说：因为我看见了轮回有多沉，一世一世，一辈一辈，爱恨直放，放了又直，断了又连，没有一世是真正自由的。我不想再这样了。慧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这大概是之前世这件事儿最真实的意义，不是为了满足好奇，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特别，不是为了跟别人说我记得我上辈子是谁，而是当你真正看见了那个无尽的轮回，你会升起一种深入骨髓的愿望：我要出离，我要彻底的、真正的、不再回头的出离这个以业力为根的轮回。这个愿望才是宿命通真正的果实。有句话说得很美：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修行的初心从来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神通，而是为了有一天能从这场无止无尽的轮回中真正的醒过来。所以今天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你不需要现在回答，可以带着它走。就算你这一生没有证得宿命通，没有办法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前世，但你知道你的每一个今天都在成为下一世的种子。那你打算今天种下什么？如果这部影片让你有一点点的触动，麻烦帮我点个赞，点个热推，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些内容。如果你身边有人正在寻找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也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对轮回和前世这件事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很想看见你的回答。我们下一集见。